这次帮你抢先带大家来看的是华硕最新推出的 ZenFone 7系列产品。这次共有 ZenFone 7、ZenFone 7 Pro 两支旗舰机种，究竟差在哪里？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一个重点 ，ZenFone 7以及 ZenFone 7 Pro 外观几乎一致，没有明显可以从外观辨别的地方。更多的配置细节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看到相机部分 ，ZenFone 7以及 ZenFone 7 Pro 第一个主要的差别落在相机，两者镜头配置基本一致。首先看到 ZenFone 7在镜组配置上，由左到右分别是 f2.2 1200万画素4公分微距结合超广角的镜头，采用 IMX363 感光元件。接着是 f1.8 6400万画素主镜头，采用 IMX686 感光元件 ，PDAF 相位对焦。最后一颗是800万画素的3倍光学长焦镜头，最高支援12倍数位变焦。而 ZenFone 7 Pro 采用一致的镜头配置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主镜头以及长焦加上 OIS 光学防手震。对于相机为主的使用者，还是建议直上 Pro 版，在夜间成像及录影应该会有不少帮助。这次 ZenFone 7也有夜景模式，录影部分支援 4K 60fps 以及 8K 30fps 的录影选项，并且拥有 Hyper Steady 超级防手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4K 60fps 之下，也支援使用超广角镜头，不过记得要在录制前选择好镜头再进行录影。慢动作录影则是支援最高 1080p 240fps 或是 4K 120fps。而在相机上，同样采用液态金属打造的翻转模组，具有20万次的转轴寿命。这次为了带动不凑数的3个相机在重量上的大提升，采用了全新的马达，带来更大的扭力、更细致的转动，但做到更小的体积，并且搭配新的角度感应器，在镜头因为大力摇晃掉出时，会更快的收回。好玩的是，华硕这次在盒装内会随附2个壳给大家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个针对在台使用者需求所推出的卡榫保护壳，在骑车时就可以固定，避免模组因为摇晃而掉落。搭配上这次的翻转模组，一样有自动追踪选择主体、自动全景等等功能，也可以手动调整不同的拍摄角度。这次也新增了快选角度的功能，同样的搭配上翻转模组。ZenFone 7系列刚才帮你所提到功能，几乎都可以在自拍模式下使用。萤幕部分，两者采用的萤幕一致，维持平面设计。规格上搭载 6.67 寸 Full HD Plus 的三星 AMOLED 显示器，拥有9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以及20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，反应时间1毫秒。数据上同样达到 Delta 1小于1，支援 DCI-P3 以及 HDR10 Plus， 峰值亮度达到1000尼特，并且支援低亮度下的 DC 调光。在功能上，同样可以开启 Always On Panel。音效上没有 3.5mm 耳机接孔，一样采用双喇叭，帮你后续如果有上手机台，再进一步为大家实测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没有采用萤幕下指纹辨识，而是侧边指纹结合电源按键的解决方案。华硕说明是为了保留在上代有许多用户喜爱的快捷启动功能，指纹结合电源的设计能够让启动 App 跟解锁一气呵成。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而在效能上会是这次最后一个差别，首先是 ZenFone 7 Pro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65 Plus 5G 行动平台，并且搭配 LPDDR5 8GB 的 RAM 以及 UFS 3.1 256GB 的 ROM。ZenFone 7采用 Snapdragon 865，同样支援 5G， 同样搭配 LPDDR5， 拥有 6GB 以及 8GB 两种 RAM 版本可选，搭配 UFS 3.1 128GB 的 ROM。续航部分依旧是采用5000毫安时电池，并且提供30瓦快速充电。这边帮你也要简单带一下，在目前电池技术跟安全规范的限制下，更高速的快充通常需要降低电池密度，其中的一大变因就是锂电池中的隔离膜厚度所造成。简单来说，锂电池中的隔离膜能够分离正负极，并且让离子自由通过。如果隔离膜异常，可能会引起电池短路甚至起火。所以隔离膜的厚度除了影响成本，也会进一步影响电池的安全性。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在同样条件下，快充瓦数更高，电池容量就需要降低这样的说法。所以华硕也再次在 ZenFone 7上说明，相较起更高瓦数的充电，现阶段还是会以提供更大容量的电池为主，并且更大电池也可以降低充电次数，让电池寿命更长。
此外，华硕这次也推出了关于电池维护的许多模式，例如限制电池充电上限、关闭30瓦快充，并且选择10或18瓦充电，以及排程充电，满足使用者希望延长电池寿命的需求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排程充电并非单纯是机器学习的结果，而是可以自定时间，或是选择结合起床闹钟的方式，自动在你起床前再充满电池，让电池寿命来得更长。不过大电池、5G 以及转轴机构也让 Zenfone 7系列的重量来到了230克。通讯性能上支援 WiFi 6以及 5G， 根据官方表示，Zenfone 7系列在台上市版本将支援全屏，不过更细节的规格及版本资讯还是等待官方讯息为主。选色上共有深蓝搭配绿色炫光，以及白色搭配粉蓝过渡2种版本。整体来说，这次的 Zenfone 7以及 Zenfone 7 Pro 主要的差别就落在 SoC， 一个是865，一个是865 Plus， 以及相机上 Pro 版主镜头跟长焦有 OIS， 其他部分包含外观基本一致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先到这里。上市资讯部分，邦尼在制作影片时还不知道价格，大家留言告诉邦尼你的看法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